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樱桃梗塔罗占卜频道。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啊，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这一次的占卜啊，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的 2.0 版本的人生，还有你的灵魂正在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升级的状态呢？好，那这一次的占卜啊，也是3个选项。那现在就让我们一张一张的来看。这边是我们的选项1，选项2，选项3。好，那这一边呢，就是这一次的3个选项。那大家按照自己的第一直觉选择好之后，我们的占卜就要开始咯。樱桃梗占卜现在开通会员咯，在会员的影片里面，我会为每一个选项多抽1张牌卡。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加入会员的链接我会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大家可以去看看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选择到第1组的朋友。那选择到第1组的你哈，这一张牌卡它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平衡。我觉得这张牌卡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你近期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所有的事情变得很丝滑。我们这边要讲这一种丝滑的感觉，不是在讲说你身边的事情会变得越来越顺利，会变得越来越顺畅。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它更多的是发自于你自己本身的内心。那也就是在讲说，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说的话过去有一些坎，你觉得过不了的，然后你心里想起来会觉得很难受的，现在你会觉得其实无所谓，你知道吗？这些事情它要过去，它要发生。在过去的话，你会觉得说天哪，怎么办？这个事情要发生，我还没有准备好，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就是你可能会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又或者是说这件事情将要发生的时候，你其实是会变得很焦虑的，不知道要怎么处理，你也不知道说这样的一个状态该怎么办。就是简单来讲的话，有一点进入到一个相对于比较混乱混浊的一个状态。那这张牌卡在这边出现的话它会告诉我一个很明确的讯息，我会认为的是从你的内在来讲的话，会变得更加的 smooth， 变得更加的顺。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说这个事情要来了，那好吧，那我就看看怎么处理吧。你就会变成像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你变得更加的开放，又或者是你可以讲说，有可能是因为你的人生的经历的增加，也有可能在某一个瞬间你的天眼像是打开了，在某一个瞬间你的感官直觉所有的一切它是一个完全开放的态度。你之前的话，我觉得这种局限并不是在讲说你会为自己设下任何的局限，但可能就是在之前的情境里面来讲的话，对于你自己本身看待自己的态度，看待你周围环境的态度，都会相对于来说比较封锁一点点。有可能你真的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也有可能呢是你真的会觉得有些事情你很麻烦，然后你也不知道该如何的处理，然后你也没有想好要不要处理。总而言之，会有很多的局限让你没有办法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又或者是说让你没有办法看到更多的一些可能性。而现在你的状态会改变，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我觉得最棒的一点你的状态的改变是从内至外的一个转变，而也就是你之前觉得不想要去尝试的事情，想起来就觉得有一点麻烦，然后想起来就觉得要跟人交往好痛苦，这样的一些事情，你现在开始会觉得说没有什么，那他要跟我讲话，我就回应他就好了。这个事情看起来很困难，那我就找一下解决方案就好了。反而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这个心态一方面来说的话，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一方面有点真的像是打开了的感觉，从内至外打开的感觉。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也真的代表着经验更多，更加的成熟。然后从心境上面来讲的话，也会变得越来越，我觉得是一种越来越内在的丰盛和富足的感觉。所以外在发生的任何的事情，它没有办法再直接的影响到你，它没有办法直接的再对你产生负面性的影响，因为你就不怕了。任何的灾难过来的话，你都挡得住，你都知道怎么解决，然后你都可以承担起来。所以我觉得你会是由内至外的状态变得越来越好，也是因为这样
样子的原因，你找到了属于你的平衡，你终于找到了属于你的最饱满的状态。这一个就是你的升级哈，灵魂的升级，还有你的 2.0 的版本。而这个就是你所抽到的这张牌卡。接下来你看这一张，这一张牌卡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状态啊。你看，我这边拿近一点点，你有看到吗？那个金灿灿的颜色哈，整张牌卡，然后它所带出来的这一种富足，我觉得这一种富足和富裕啊，就是牌面上面所看的穿金戴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结合到你所抽到的这张牌卡，这种情形会是，因为你打开了，你的内在是丰盛的，你找到了属于你的一个平衡点之后，你自然就会更加的勇于去做尝试。如果说你勇于去做尝试的话，那也代表的是你的身边会出现更多的机遇，更多的机会，因为你很确定嘛，因为你很自信嘛，对不对？那所以当你在遇到这一些机遇和机会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有什么好怕的，我就来迎接，然后我就来做尝试，我就来展现我自己，我就是很自信的来表达我自己。这个就是我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这张牌卡真的和这一张它有很直接的连接。我会看到的一种情形，我们这边就直接来说了我觉得你在过去的这个情形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场景我所看到的真的会比较像是我会害怕，我会紧张，那这个事情我不太熟悉，那我就不要去做尝试。这个事情看起来好像有点难度，我觉得有可能会失败，那我就先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厉害，之后我再做尝试。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像是你过往的一个心态，过往的处理事情的方法和方式。那我们这张牌卡在这边出现一系列的会告诉我的是，你不会再考虑到那么多。首先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来自于内在的一个丰盛感，还有来自于内在的一个开放性。因为你之前可能会害怕失败，所以你害怕尝试，而现在你对失败或者是不成功，而且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和目的的这个想法是有改变的。而这个改变它会很像是在讲说，每一次的尝试都是很宝贵的人生的经验，然后每一次的尝试都会为我带来很正向性的思考和影响。那我为什么不去尝试看看？我为什么不累积多一点人生的经验？我为什么不能让自己更加的丰盛，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美好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一系列的牌卡目前所带给我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而且我也真的会觉得你在近期，你有没有感觉到大家看你的眼神都会有一点不一样，那种感觉会是一种欣赏的感觉就是他眼神里面会有爱慕感。我真的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因为你变得更加的饱满，然后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自信啊，因为我们内在的自信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比方说从细微的行为举止、走路的方式、说话的方式、表达的方式都会变得不一样。那所以因为你从内在开始变得越来越丰盛之后，你能感觉得到，就是你能看得到你身边的人会有更多的人，他们喜欢黏着你，然后开始会有一些人向你示好，开始会有一些人关注到你，然后开始会有一些人会有很爱慕的眼神看着你。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我真的是会觉得你的美你的升级是从内至外的，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一个状态。因为你的升级是不依赖外在环境的，因为如果说你的升级是依赖于外在环境，如果说外在环境有所改变的话，它也会影响你本身的状态。而你的状态如果说今天就是来自于你自己本身的话，那你所在的环境无论说什么样的改变，无论说是好还是坏，它都没有办法影响到你本身。你看这一张，哇，这一张我们真的要来好好的来看看这两张牌卡。这两张牌卡你有没有感觉到它是一个十分对比的状态，是一个完全有点像是两极的状态。这一边是金光灿灿的，是富足的，是幸福的，是美好的，是向往的。而这一张的话，我们看到的是焦虑的，然后是难过的，是伤心的，甚至会有一些悲痛的感觉。你有没有像这样子的一个感受？而且这两张牌面我们看到整个颜色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色彩还有色调还有氛围就不一样。
这张牌卡代表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张牌卡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你过往的一个状态，这一个是你现在的状态，是你升级之后的状态。而这个状态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对于很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会是这个样子，不是说你做不好，也不是说这些事情对于你来说难度很大，有的时候就真的是我们自己内在的一种决心嘛，又或者是说自信的感觉。这件事情你明明是有能力的，那你要是觉得你不行的话，那你肯定就不行。那如果说你觉得你可以尝试看看的话，你会真的觉得说，哇，原来我这么厉害原来我是这个强项有这么强你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所以这张牌卡我会看到的是一个在挣扎的人，是一个很痛苦的人，甚至会有一些焦虑情绪在里面的一个状态。这边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这一张牌卡跟你所选的牌卡是有很强的连接性的，你的直觉性打开了。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有可能这是一个过渡期，从这个牌卡的状态过渡到这一张的状态，那也代表的是在你很痛苦的过程中，又或者是说在你很焦虑的情况之下，你慢慢看得越来越懂，你看得越来越清楚，看得越来越透彻，所以你才会是一个富足的状态，才会进入到一个富足的状态。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会是一个打开的状态，因为你前面有经历到低谷有经历到最糟糕的时候，所以很多的事情你会觉得会突然之间就释然了，你不会再像之前那么的纠结，不会像之前那么的苦的挣扎，因为这些事情在你经历到低谷之后，你真的就会觉得天啊，都不重要只有自己的内心的丰盛，只有自己内心的美好，只有我内在的达到了平衡才会是最重要的。这个世间上面会有很多的事情，会有很多的苦难，但是我是丰盛的，我是富足的，我就知道要如何的保持住属于我自己最好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就是牌面上面所给到的很明确的讯息。接下来的是这一张，天哪，这一张牌卡在这边会想要来告诉你的就是去探索。我会看到的是你的人生完全是打开的情形。我不知道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你们在近期有没有这种感觉？比方说之前有一些事情是你觉得想要去尝试看看的，是想要去做看的，但是呢在你现在觉醒之前你会觉得不可能怎么可能？这个事情看起来这么困难，然后这个事情看起来就是跟我之间目前的这个状态差距到这么大，我要去做什么尝试？我做尝试就是浪费时间我一定不可以的。那我现在不如自我加强一点，让自己状态好一点，之后再看吧。这个会比较像是你之前的一个心态。那么你现在整个状态它出现了改变和变化，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已经是不一样的人，而且这种感受是瞬间的，由内至外的，因为你开始愿意去做尝试，就像这张牌卡，所以在你面前可以供你选择的选项就会变得很多，因为你就没有局限你可以做很多的尝试，然后你可以做很多不一样领域的尝试，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会让你觉得说，原来这个世界这么的有趣，原来这个世界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原来我的状态其实是很棒的，我之前一直都觉得自己不行，其实我可以嘛。而且在这个状态之下你会加强你的自信心，然后你会加强你的自我确定，你会觉得自己其实有很多事情都还蛮不错的话，那么你就会愿意做更多的尝试，你也可以做更多的尝试。所以这张牌卡会让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个，首先我会认为你一定会踏出你的舒适圈，有可能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在现在你们就已经开始踏出了你们的舒适圈，或者你们正在计划着规划着要如何的踏出你们的舒适圈。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那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也会觉得这张牌卡会告诉你，其实你眼前有很多的机遇，然后你眼前有很多的机会，那你想不想要尝试看看嘛？对不对？你想不想要做看看嘛？因为我看到的是这一张牌卡，很明显的是，即使机会放在你眼前，你也不一定敢用手抓住它，你也不一定有办法抓住它，而这张牌卡就不一样了。这张牌卡所说的就是机遇在你的眼前，那我试试看，
我摘下来看看，然后我仔细看看，我看看合不合适嘛，不合适的话我再看下一个。所以你有感觉到吗？整体的状态啊，整体的感觉和感受是很不一样的。而我觉得你接下来就是这个状态。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如果说我讲到这一边你都觉得是还蛮对应到的话，我觉得有一部分的你们已经在转型的过程之中，有的你们已经开始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情境里面。而这张牌卡它也代表着旅游、旅行、新的国度、我觉得新的场所，也有可能比方说我觉得这一系列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换工作又或者是说辞掉工作出来创业，有点像是这样子的感觉。那无论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我们都能看到的是你周边的环境会因为你的内在而出现彻底的改变和变化。那我们接下来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我觉得真的是很符合我们前面所说的，而且这个状态真的是很棒。这张牌卡在这边最直面的意思就是你的自我、你的本身然后你的感觉、你的感知、你的丰盛，然后你的体验，还有你的感受，我觉得就是这一张牌卡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那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啊，因为这一张出现在这一边，它其实也会给我的一种感觉是，可能在过往你更加在意的会是别人的感觉，会比较像是别人的感受，也有可能说有很多的一些情形对于你来讲，似乎别人所说的话才是你应该要考虑的，或者是说别人所说的一些事情是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这个有点像是什么？像我们前面一开始就有在讲说，最后让你改变的不是你的外在的环境，而是你的内在，而是你的自我，而是你是谁的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这张牌卡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十分清晰十分重要的讯息。回到盘面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它就是告诉我们的是，你开始会觉得自己的个性，又或者是说自己是谁的这件事情似乎会变得更加的重要。如果说我想要自己变得快乐，我想要自己变得幸福的话，首先我就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感，首先我就要找到自己是谁的这一件事情，首先我要让我自己的内在是一个很 smooth 很顺滑的一个感觉和感受，那我才有可能更好的来面对这个世界，我才有更好的来理解我周边的世界。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一个信息。而且这张牌卡它会让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很有趣，它会告诉我的是你的个性，你的个体，你的本我正在慢慢的跳出来。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觉？就比方说你之前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情好啦，我就把它吞回去，我就把它咽回去，然后你觉得什么样的话，我也不想要跟你争，我也觉得不想要跟你就是有那么多的好像要在讲说我才是对的，所以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你可能之前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但你现在的整个转变还有整个转换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你现在会是什么样子说，我觉得不对哦，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哦，我并没有想要说服你，那既然你都把你的想法说出来了，我也尝试的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了，我也不是说要你认同让你认可，我只是想要说这个就是我的看法和我的想法。你现在反而会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这样的感觉是最棒的，因为你找到了属于你的声音，你也找到了让你不要受委屈，不要把气咽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性。所以这张牌卡在这边的话它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的个性慢慢的显化出来，然后你的个我自我慢慢的显化出来，也是因为这个样子，像我们前面就有在提到的，你会迎来很多爱慕的眼神，你会迎来很多爱慕的眼光，因为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你自己本身，而你之前的你是隐藏起来的，现在你慢慢的让它显化出来了之后，你自己变得更加的舒畅，别人也更加的喜欢你的个性，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好，那我们接下来你看这一张 passion
好，这一张就是在讲说你找回了自己的热情，这张牌卡很重要哦。什么叫做说找回自己的热情？我觉得就是像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它就是代表着是作为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在过往的时候，有可能你尝试压抑你的热情，或者选择不看你的热情，或者是觉得你的热情的这件事情根本就不重要，是可以压制下来的。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一种感觉。但是现在你不再存在有要压抑自己的这种状态，你反而会出现很大的改变。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压抑我自己的感觉？我为什么压抑着我的感受？我有什么觉得要讲的？有什么建议是想要分享的？我就说出来就好了。你们不认同也无所谓啊，因为你们不认同是你们的观点。我觉得我的想法是什么样子，我的热情在哪里，我想要如何的表达自己，那是我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你变得越来越成熟。我觉得它是一个心智方面的成熟，内在方面的成熟。因为你越来越成熟，所以你开始变得越来越自信，你也更加的敢于表达自己。我真的觉得超棒超厉害，就是闪闪发光，就是这张牌卡的一个状态。因为你是闪闪发光的，所以你无论走到哪里，大家都会看金子一样看你。你看这一张，哇，你看这两张是不是一定有对应到？一个是 passion 你的热情，因为你的热情，所以它为你展开了更加的积极啊、正向啊、乐观啊，像这一系列的词汇。所以我真的是看到，你有看到这种对比性吗？天啊，我真的很为选得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感觉到高兴。而且这张牌卡，我们这边直接的来讲我觉得它可能会代表的说你心里的状态的一种痛苦的挣扎又或者是说你心理状态的一种起起伏伏沉淀，甚至它会有一种很强烈的空虚感、挣扎感、痛苦感，类似于像这样子的一系列的情绪在不断的干扰着你，而你现在慢慢的真的进行一个转换改变，你慢慢的变成不一样的人，而且你正在慢慢升级的一个过程。你真的是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们自己有没有这种强烈的感觉？也就是说，你再回看你过去的那个状况，你不会觉得说那个是一个陌生的人，而你会更加的珍惜现在的你，因为这个是你慢慢走过来的过程。有的时候你可能慢慢的会有点忘记曾经的你，可能会有多么的辛苦，会有多么的难过。但是现在的话，你再回去看，你会相信的是一步一步走过来是不容易的。现在这么积极，这么乐观，然后可以热情的去表达自我的状态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现在就是你的 2.0 版本现在就是你完全升级之后的版本。哇，我们真的这张牌卡，天哪！你看到哇，我们讲到这一边，它都是在不断告诉我的是你的一个转变的过程，你的一个转换的过程。天哪，你有没有感觉到？这种状态是很有趣的，应该这么样子来讲。如果说没有一直在你身边陪伴你的人，他们真的会开始觉得你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跟你之前的状态完全的不一样。你开始对于很多的事情都是积极的、正向的、乐观的，你也尝试的去挑战。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你的人，真的会觉得说，哇，天哪，你是谁？会出现像这样子的情绪。而那一些陪伴在你身边的人，真的会，如果那一些真正是关心你、爱你的陪伴在你身边的人，我觉得他们真的会喜极而泣。看到你现在的状态，我们觉得有个很大的重点不是说你现在越来越好，所以大家喜极而泣，而是说大家会知道你有多么的辛苦，慢慢的走过来，你是如何的自我调节，如何的自我疗愈，然后如何的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让自己的状态变得越来越正向，然后让自己的状态变得越来越好，更加的勇敢的做自己，更加的勇敢的愿意表达自己的这一个过程，我觉得才是他们会喜极而泣，然后为你感觉到开心，为你感觉到快乐，甚至发自内心的祝福你的状态。哇，我真的十分的恭喜选择到这组的牌卡的你们，这个状态真的是很棒很好，努力的去探索，去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去说任何你想要说的话。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一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
樱桃梗占卜现在开通会员哦，在会员的影片里面，我会为每一个选项多抽一张牌卡。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加入会员的链接在我的资讯栏里面，大家可以去看看哦。我们现在就来看选择到第2组的牌卡的你们。那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你们的人生将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 2.0 版本？你们的灵魂将会迎来如何的升级呢？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很明确的讯息，你们是直觉性超级强的人。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比方说你在做一件事情之前，你似乎就已经能看到结果，然后你在做选择的时候，特别是你在做选择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能听到有一个声音会告诉你要做选项 A， 要选项 A， 但是呢，即使是说选项 A 在当下看起来是最不理想的那个选项，又或者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选项，但是你心中就是有一种声音嘛，像一个吸铁石的感觉，就会把你吸过去。那最后你会不知不觉的吸过去之后，你会开始发现，原来选项1才是最棒的选择，因为从外表看都看不出来，都看不懂，看不明白。但你真正的去做了这个选择和选项之后，你才会知道那个是最棒的选项，所以很神奇，对不对？而且我会认为的是，在你的人生里面是有很多次像是这样子的经验和这样子的一些体验，大家都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你会觉得这个是你直觉性很强。的确我们这边要讲的是你的直觉性的确十分的强，你的直觉性真的是十分的厉害。而且有的时候你甚至可能都会怀疑说，天哪，我是不是有未知的能力我是不是又有未知的可能性？我是不是真的就觉得说，哇，这件事情放在我眼前，我就已经是知道结果？而且你这种选择，就是你这种直觉性超级的强。因为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说到选项的这件事情，对不对？我会看到的一个很奇妙的体验，你知道吗？就是在你看到事情的时候，你似乎就已经看到了结尾，而且这样子的状态是屡次，每一次你都会中，然后每一次都是让你自己都吓到，你甚至身边的人都觉得说，天哪，你是不是有预知的能力？你身上你能看到什么吗？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这一张牌卡我觉得它解释了很多。首先呢，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有很强的跟你的高我之间沟通的能力，而你的高我它给了你很多的指引。我觉得最棒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它给予你指引的时候，你是会接收，而且你知道如何的接收。因为讲实在的，可能有很多的人是，即使有的时候高我不断的传信息给我们，告诉我们指引，告诉我们方向，但如果说我们当下我们本人如果没有办法接受，哪怕是你接受之后你读不懂，你看不懂，那你就没有办法去显化它，对不对？那对于你来讲的话呢，这个状态就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 match， 是一个很契合的状态。高我告诉你的话，你看到了，你不单单看到了，而且你还能把它显化出来，然后你还能把它表现出来，然后你还可以以最好的状态把它实现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你的灵魂的升级，还有你的 2.0 版本，就是在这个接收讯息的过程之中，你跟你之间的对话的过程之中，慢慢的提升起来的，进入到一个佳境。我们换句话来讲，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讲，你顺应了你的路，你顺应了你应该要去的方向，你顺应了你自己本身的成长，你没有逆流而行，你没有去拒绝它，反而是拥抱它，接受它，所以你得到了升华，得到了升级。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显示出来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好，那我们接下来你看这一张，我的天哪，这一张真的是很棒。我们这边来解释我不知道要如何来形容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但是呢，我真的会有一种，就是在我脑海中所想到的这一个词是一个融入的感觉。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而且它会让我看到的整个情形真的会有一种状态，有点像是你身边会有很多簇拥你的人，你身边会有很多支持你的人，你身边会有很多的声音是维护着你的，守护着你的。我不知道选择到这种的牌卡的你们你们自己有没有这样
样的一个感觉。我所看到的这个情境它是一个很奇妙的情境，你有没有感觉得到你的人生里面在你经历过的一些事件都有化险为夷的这一个特质，就哪怕是你走着走着不留意走到了悬崖边，也会有一个事情或者是有个声音把你拉回来。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呢？因为我们牌面上面呢就是给到我们一个这么明确的讯息，它会告诉我们的是说，其实你的身边会有很多的人愿意向你伸出援手，而且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它是分成很多个方面的。一方面来讲，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很会跟你的高我对话，你的直觉性感官性都是超级强的，所以这一个它其实也是其中的一个保护你的元素，保护你的因素。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没有试过走到了悬崖边被一个声音叫回来，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显示的一个状态。而且这张牌卡我觉得有个最棒的地方是，一方面来说你永远不会是孤独的，因为你跟高我之间的连接，跟自我之间的一个对话，所以你本身是丰盛，本身是美好的，你本身不会有很强烈的孤独感。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也是因为你的这一种状态我觉得你整体上面会给人一种比较冷静平静，但是又富有同情心的感觉。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在我告诉你之前，你其实已经是知道的，然后你身边的很多的人其实都已经有告诉你。这个也是为什么当你需要帮忙的时候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大家会伸出援手，大家喜欢在你的身边，然后喜欢跟你一起分享。那么我们换一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会认为你接下来的话会走进更大的群体里面，会走进更大的，你可以说它是团队嘛，又或者是说社群里面。我觉得你接下来慢慢的会变成像一个灵魂的人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慢慢的会开始变成某一个团队或者是某一个群体的 leader， 像是指引者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我们分成几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因为你有超强的精神力。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在说大家会觉得你身上有未知的能力，你好像可以看到未来，你会知道每一个选项它最后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会这样子所以你会成为大家的灵魂指引。大家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在判断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是喜欢来问你，是不是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他们不单单是喜欢来问你，而且他们甚至还会觉得说想要听你的建议按照你的建议去走。所以我们前面所说的像灵魂一样的人物，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会被很多的人所看到，你不单单是被很多的人所看到，然后你会被很多的人所尊重，你会被很多的人所敬仰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而这样子的你是会在大家的簇拥之下的。我们看到这一张牌卡，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三个人你谁都不是，你是后面的这个状态。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看到这张牌卡的时候，你第一眼是不是就是看到后面的这一个石像这一个石像是被供奉起来的，这个石像是被大家所簇拥的。因为你有看到没有，下面的人在旁边跳舞，那是因为有了神的加持，有了灵魂的加持。我觉得这个就像是你的角色。那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你会成为大家的实质的领导者。这个部分也是因为你本身的判断很准确，你本身对于事情的理解也十分的明确，所以慢慢的大家都会开始听你说话，慢慢的你就会开始有升职加薪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真的觉得说接下来你的人生是会被簇拥的。无论说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说实在的，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们真的是很会替人着想的人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同理心超级强的人。但其实我也会觉得你不是那一种愿意真的被大家簇拥的类型，就是你真的不太喜欢站在聚光灯之下，又或者是要大家都过来称赞你干嘛的，你其实会不太舒服。但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所拥有的能力所以当你拥有这些能力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人会需要你的帮忙，会需要有人想要得到你的指引。所以我会觉得这种感觉甚至会有一种像是你被慢慢推上去的情形。接下来的是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
结合到我们前面盘面上面所看的，当你首先这个是人气了，我们这样子来理解，当你拥有了人气之后，你就可以干嘛？你就可以开始创作了，你就可以开始创造了。我们看到这一边我真的会有一种很明确的感觉，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的内心里面会有很多很实质的事情是想要去创造的，会有很多的一些状态是你们想要去完成的。这种状态会有点像是什么呢？从这边开始你有一个很宏伟的计划，有一个很想要实施的计划，有一个很想要实施的一件事情，一个规划。你把你的规划分享出来之后，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到了很多人的赞许，不单单只是赞许，而且他们为了你的这个想法而庆祝，从而和你一起去真正的实现了你心中的目标。真正的去把这个事情把它变成现实化、具体化，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因为这张牌卡它会告诉我的是你不是一个空想家，你绝对不会是一个空想家，你是一个实干家。我相信这种感觉会是很多的人喜欢你的原因，因为当你再去规划一件事情，再去设想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会给予宏大的理想，因为你觉得这个事情是没有用的，干嘛要给一个宏大的理想呢？是不是？你给一个宏大的理想，这个只是大家的一个念想而已，它没有办法实现的话，它感觉上就是一个吹嘘的过程。而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你会认为的是这件事情，如果我要做，我就要把它做好，我就要尽心尽力的做好。而我目前想要去做的这件事情，我可能会需要一些力量，来自于别人的力量，来自于别人的支持。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把我想要去做的这一个事情好好的分享出去，找到一些支持我的人，志同道合的人，让我们共同来创造。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你还记得吗？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将会成为一个 leader 一样的角色，无论说是精神领袖，还是说是一个实质上面的带领大家往前冲的人。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的话，都是很具体的一个实现。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也会觉得你会成为意见领袖。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首先你会有人气，然后接着你会利用这个人气，或者是借由这个人气，然后让大家的目标得到共同的实现。所以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如果说你今天要是愿意的话，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如果说你的这个想法是需要募资又或者是说你的这个想法是需要一些人气的加持的话，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而且这样的一个状态，它绝对会把你带入到一个 2.0 的人生，也绝对会为你带来灵魂上面的升级。因为你的状态不一样了，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在于你与你的高我有更加紧密的连接，你与自我实现有更加紧密的显化。接下来是这一张，你有看到吗？这一张接下来就是冲出来的时候，实现的时候。这么样子来讲吧，我会认为的是你们的 2.0 的这一个状态更加会像是自我实现的状态，更加是一个开启的状态。我希望这个部分我有把它解释清楚因为你的这个 2.0 的状态，它不太像是一个收获的状态，而是有一点像是那一种把袖子挽起来我要开始行动了，然后我要开始去做这件事情了，我要开始去实施这件事情了，大家跟着我一起往前冲，更加会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因为我们牌面上面会看到的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时机点，而且我也相信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如果说我讲到这一边你都觉得是还蛮对应到你的状态的话，我相信你会十分的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在之前的整个情形里面我会认为不是说你没有能力去做，而是中间第一个啦，就像我们一直在谈论到的时机点，时机点真的是超级重要。有的时候这个时机点不到，又或者是说这个时机点它没有办法发生的话，就很困难对不对？这个事情呢，它就很困难的去开启，又或者是说这个事情它就没有办法开启。而你之前的话呢，就只能做的是什么？是不断的做出自我调整，然后不断的跟你的高我对话，不断的去让你自己的内在的状态变得越来越好，也就是一个准备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累积的过程。那么当你看到这一次的占卜的时候，我觉得整体的状态真的会像是那一种，你前面的功课做好了，
你的人气累积到了，时间点又到了，所以一下子就蹦出来了，这个事情就可以真正的开始开启。而这个开启的过程，我必须要说，这个闯荡的过程这一个不断的去做出尝试，然后把你的想法付诸于行动的过程，就是你灵魂升级的过程，就是你的2.0的过程。因为你的状态是充沛的，你的状态是激昂的，是亢奋的，这个状态就是你的最棒的一个状态，而且对于当下的你来说是最最理想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接下来这一张告诉我的是你之所以会开启这个事情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么样子来讲吧，我觉得你想要去推动的这一个事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件，可能会有很多的人都想要做尝试，在过去都可能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但是大家都失败，或者是说大家就是没有办法去开启这一个事件，而你今天开启了，你今天做到了，我觉得跟这个状态是很相似的。也就是说，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你的适应能力是超级强的，你会很清楚的知道在各种各样的情境之下快速的调整自我。你之所以具备这个能力，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首先你是一个有预知能力的人，对于很多的一些状况，你似乎能看得到它的结果，你似乎可以看得到它的结尾。对于你来讲，最棒的就是在这个事情开启之前，你就已经做好调整了，然后你就已经是准备好了。这个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方面，我觉得就是我们前面不断的有强调到的，因为你是一个很会沟通的人，很会自我沟通的人，很会与高我沟通的人，而且我真的是会觉得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你与生俱来的能力，你可以在很紧急的状态之下快速的调整自己，让自己平静下来，冷静下来，甚至可以思考，甚至可以解决问题，解决状态。这一点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们这边盘面上面所看到的整个过程它不是一个说你今天觉得说想要做一件事情，好积累人气，然后接着开启，然后不是这么顺利的，它中间是坑坑洼洼的，然后中间是有不断的拉扯的，肯定会有很多的让你伤心失望的地方，然后也有肯定会有很多让你内心觉得十分的煎熬的地方，就是这一些的状态你都不会灰心失望，然后你也不会以一种很负面性的情绪去面对这所有的事情。相反的是说在面对所有的事情的变故，还有所有的事情的变化的时候，你会很快速的调整自己，你会很快速的将自己放在一个最好的情境里面，最好的状态之下，很快的来安慰自己。我觉得这个真的，你要是说这个不是超能力的话，我都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子来形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最好的状态。所以你最后的这一步，开启的这一步，我觉得它是一个突破，你可以说它是自我的突破，你也可以说它是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那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都真的是会觉得，首先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不容易这一路走来真的是不容易，但是你们做到了，而且你们到了现在的话，我觉得在任何的场景里面，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你们都可以生存得很好，你们都可以快速的找到自己的定位，你们不会慌张，然后也不会迷失，甚至你也不会让自己进入到一个应该要如何形容，很低谷的情绪里面，因为你会很清楚的知道，好，我现在摔下去了，那我要怎么样子快速的爬起来，我要如何的从这个情境里面挣脱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最棒的状态，也是你成功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一张，我觉得这一张显示了很多这一张牌卡在这边它会告诉我们的就是在讲说你是一个很脚踏实地的人，你在考虑这两张是有一定的结合到的你在考虑很多问题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的知道如何从现实出发，
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支撑你的原因，支撑你的理由。我们讲到这一边哈，我不知道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如果说不了解你的人，大家可能只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大家只会觉得说，诶，你是一个讲话很容易鼓舞到大家的人。但其实如果说真正了解你的人，其实会很清楚的知道哈，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你是会让大家幸福的。就是我说的这个幸福，就是让大家会觉得说，诶，你是很有说服力的，然后你所做的这些事情是跟现实很贴合，这一点很重要哦，因为要跟现实贴合，这件事情才有可能实现嘛哈。如果说你要是完全的偏离了现实的轨迹的话，有的时候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难开启。我觉得你身上具备了很多成功的原因，还有很多成功的因素，但是这所有的一切，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必须在一个对的时间点，它才能迸发出来，然后它才能开始进行，它才有规划的可能。觉得这个过程里面哈，也是你不断的在跟自我对话、自我认知、跟高我对话，不断的感知你周边的一切，最后所得出来的成果。这个真的让我感觉到的是，你开启了一个新的大门，你会进入到，我觉得它不一定会是一个新的领域，但是你做了一件很开创的事情，而且你做了一件大家想很久不敢做，或者是说大家想很久但是没有办法号召，没有像你这么强的号召力去完成的事情。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哈，我真的是会觉得你会成为大家心中的就是领袖级的人物。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我觉得很厉害，几个方面。第一个 trust， 相信你自己，相信你自己的判断力，好，相信你内心的声音。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当你每一次走到悬崖边，你或者是说你每一次要做出决定的时候，你的心中都会有一个声音，又或者是说你的心中都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引，告诉你要走的方向，又或者是说接下来你要做出的选择和选项。这个就真的是我们牌面上面看到的太清晰太明确的讯息了。所以这张牌卡在这一边再一次的来提醒你，有的时候你的内心的声音告诉你的这个选择和选项，或许在你的当下看起来确实会觉得有一些荒谬的，然后的确是会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但是哪怕是这样子，也请你倾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相信你自己的声音给予你的直觉。接下来的话，这一张牌卡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哦，然后它会想要告诉你的是说，你知道吗？你身边会有很多很多相信你的人，而且这一些人他对你是有信念的，甚至他对你有一点像是信仰的感觉。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啊，你会很清楚的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你真的是被大家所拥抱的，然后你真的是被大家所爱着的，然后我觉得你真的是被大家所信任的，所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很明确的一个讯息。而这样子的你会得到大家全力的支持，因为你得到了大家全力的支持，所以你应该更加的相信你的判断，更加的相信你自己内心的声音，而大家也会更加相信你的指引。这一张，哇，你看这一系列，你跟是不是超级的对应到这张牌卡？就是你放手去做吧，放手去规划吧，放手去计划吧，放手去完成去做这一件事情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再清晰不过的讯息了。它就会告诉你的是你现在所做的这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一刻所准备的。现在开始你可以去规划，然后你可以去做所有的计划，你可以真正的让这件事情开启了，没有任何的迟疑了，已经不会有任何的迟疑了，有的只不过在这个规划之中的你的乐趣，还有在这个规划之中你对于你的角色或者是你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产生的喜悦。哇，你看这张牌卡，它讲的就是一个丰收，它讲的就是一个丰盛。因为南瓜的像这种形态，我们一般都会解释成是跟丰收和丰盛它是会有一定的关系的。我觉得就是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切合实际，相信自己，然后开始行动吧。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二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
樱桃梗占卜现在开通会员哦，那我在会员的影片里面会为每一个选项多抽一张牌卡。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我把加入会员的链接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大家可以过去看看哦。好，那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你所选择到的牌卡。你所选择到的这一组牌卡哈，它会告诉我的就是牌面上面所显示的创造力、灵感爆炸。好，这个就是我牌面上面看到的创造力爆炸。我会把它分成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哈，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所做的工作啊，又或者是你本身所做的这一个事情是跟创造有关系的，或者是说跟设计啊、艺术啊这方面是有关系的话呢，那我真的是会觉得哈，现在就是一个很棒的时机点。你能感觉到你有很多的灵感冲入到你的脑海之中，那会代表的是说你会很想要去做一些挑战，又或者是你很想要去做一些新的尝试。而且我觉得你现在最棒的这个状态是哈，首先第一点是你的灵感到来了，就是你的想法到来了，然后其次呢，也就是你的能量、你的能力跟得上。这个为什么说那么好哈？因为有的一些状况，其实我们都会很清楚的看到的是，比方说你的灵感来了，你会觉得说哇，这件事情很棒啊，或者是说这件事情很有趣，但是啊，你的身体的这一种能量值跟不上，有可能会有太多的事情啊，让你感觉到很困扰，或者是让你觉得很忙，你觉得说很累啊，身体上面来讲的话，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这些事情你就算是有灵感，你不一定会有时间去做，然后你也不一定会有能量让它实现。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一个讯息。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话，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对于你的状态上面来讲的话，就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我觉得最棒的有一点，还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第一个灵感来了，爆炸体力又跟得上，然后接着机会，外在环境又为你创造的这个机会，你的人生不上一层楼都很难。我觉得就是这张牌卡所显示出来的很明确的感觉。另外的一个角度上面来讲，你有没有感觉到你最近会有点进入到一种亢奋期？那这种亢奋期不是说你体力上面的亢奋期，是你的精神层次的亢奋期。有没有像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你看到很多的一些事情你都觉得很有趣，你看到很多的事情都会马上蹦出来的举一反三的感觉。有的时候你看到了这一个事件，或者是说看到了这个情形，在过往你可能看到了就觉得就算了，然后这件事情就过去了。但你现在整个状态不一样你现在整个状态是你看到了之后，这个状态我在那边也有看到，这两个是不是可以结合起来做做看？你会出现这样子的想法，又或者是说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还蛮有市场的，然后这个可能是一个新兴起来的状态，大家可能都还没有注意到，那我是不是可以尝试看看之类的，像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首先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你本身是一个很跳跃，本身是一个很想要做尝试的一个情形。那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也是像我说的，外在的环境也在鼓励着你，因为外在的环境也不断的会有新的一些 idea， 然后新的一些状态不断的来刺激你，会告诉你说你要不要做做看，你要不要尝试看看。因为我也会看到的是你身边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或者是有一些你相识的人，然后他们也会不断的给你一些新的资讯，然后也会不断的给你一些有点像是一些新的挑战告诉你说这边有个什么新的东西，你要不要了解看看，你要不要试试看，然后你觉得说好像还蛮不错的。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讯息。好，那我们继续。你看这一张那我们来讲，真的我觉得有点好棒。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去做尝试，不要害怕。你有想法就先去做尝试，先去试试看嘛，对不对？你不试试看的话，你不试一下水温，你怎么知道水温适不适合呢？我觉得牌面上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它会告诉你的是，只要说这个东西你有感兴趣，你会想要试试看的话，那你就把手伸进去试一下水温，你不要观望因为你要是观望的话，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不是适合你。这张牌卡它会鼓励你不断的去做尝试，不适合那没关系，
好，你只要觉得不适合，不要浪费时间，我们马上换下一个。你要是觉得说，这个还蛮不错的，有前景，那你可以尝试多一点点。但是你要有进入到卡关，又或者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有点困难的话，没关系，我们再换下一个。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而且这一个会是你现在一个很饱满的状态才可以去做的事情。你还记得我们前面所说的吗？你现在会有很多的灵感的迸发，你知道我这张牌卡结合到这边会告诉我一个很明确的讯息，你要自己单干，你要自己一个人独立出来的干。它比较理想的状态会像是什么？比方说你自己出来开公司，那你自己创业，无论说是大的创业小的创业都没有关系，都是你自己的想法。比方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身边会有很多的人，然后他们会给予你一些新的资讯，或者是说这些人会告诉你一些新的 idea， 然后你很擅长的就是把这些 idea 拼起来。可能 A 告诉你的这个讯息，然后 B 又告诉你的这个讯息，C 又告诉你另外一个讯息，你的这一个灵感就是这三个东西其实可以串起来做做看，这三个事情可以串起来试试看，然后给了你一个新迸发出来的灵感。这个就是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我会认为的是你接下来的这一个灵魂方面的提升，又或者是你属于你的 2.0 版本，在一个创意100%或者是创意爆炸的一个状态之下，每一个事情都做尝试。一方面来讲，它可以丰富你的人生，让你的人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经历，而且在这一个过程之中，你会找到前所未有的乐趣。我有一个超级强烈的感觉，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如果说我讲到这一边你都觉得是还蛮对应到你的话，我觉得你已经在那边超级狂点头，会觉得说天啊，对啊，好多的想法好多想要去尝试的事情，觉得突然之间它真的会有种突然之间的感觉，觉得你看到的很多东西都开始变得很有趣，很多的东西似乎都成了商机，都成了机会。之前你可能看不出来他们是商机，也不觉得他们是商机，这些事情怎么可能会是商机和机会？但是现在你真的是会觉得说这些事情真的是一些可以尝试看看的商机，尝试看看的机会，说不定就这么一把下去，然后一辈子都不用愁了。我觉得会有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一张哇，这两张在一起，天哪，无敌了！为什么你看到这一张没有？我们刚刚所抽到的那一张对焦有点问题。这一张牌卡说的是什么？说的就是 justice。OK， 他说的就是公平公正，结合到我们前面所说的，你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想要产出的成果，都会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你说厉不厉害？你说棒不棒？好，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我会分成几个方面来看公平公正的对待。首先第一个就是你付出多少，你得到多少。我觉得这个超好的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论付出多少，牺牲多少，不一定会得到相同等的回报，有的时候可能甚至不一定会有回报。但是这张牌卡在这一边的话，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你会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然后你会得到你付出多少就会获得多少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有什么事情比这个还要棒的？你想要得到多的，那你就努力多，你就付出多你就会得到多，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方面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因为你是一个开创的过程，在开创的过程的话呢，我们中间可能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机遇和机会，然后我们中间可能就会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和选项，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呢，或许我们会有一些短暂的合作的机会。你还记得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吗？我觉得你这件事情必须要单干，你不能有合作的伙伴，因为这张牌卡很明确，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去杀四方，然后你一个人去创造，你一个人去开天辟地。但是在你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之中，你中间是会有一些短暂的合作的机会的嘛不一定说你必须要找别人帮忙，这种感觉其实会有点像是在讲说，在去做这一系列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一些跟别人的互动，比方说资讯上面的交换，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大家在某一个时间点利益方面相同，可以互利的话，那为什么不合作看看呢？也会有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
这张牌卡，你会得到公平的对待哈，你会得到你应有的，对方也会得到他应有的。所以有了这张牌卡，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会有点像是有了一个定心丸，或者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护身符的感觉，至少不会被人坑，对不对？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也不会被人拿走利益，有点像是这样的感觉。而且这张牌卡哦，还是告诉我们的是正义之神是站在你这一边的，只要是你是正义的那一方，也就是说只要是你就是中规中矩的去做你的事情，然后去完成你的事情，然后努力的去付出去耕耘的话，好，你会得到你应有的，因为正义之神他会在你这边给予你支持，给予你鼓励。那回到我们这边前面所提到的你会想要去做很多很多的尝试，那或者是说灵感爆发，所有的事情都想要试试看。我觉得这张牌卡在这边的话也十分的对应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它也就是在讲的是对于你来说很多的事情你做完之后，就是你做了尝试之后，你很快就能分辨值不值得，要不要付出，然后要不要投入。好，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那你撤掉的话，那自然就会拿得少，对不对？你要觉得不适合的话，自然就不会有收获。但你要是投入的多，然后你觉得这个事情是适合你的话，你自然就会有回报。好，这个就是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这一张，首先我能感觉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火象能量很强哦。你们自己本身是不是就是火象星座的人，还是说在你们的星盘里面火象的能量超级超级的强？我看到这一边的话它给到我一个特别特别明确的感觉，我真的是会觉得说你不要害怕，你也真的不要退缩。为什么会这么样子来讲？我会看到的是你想要去做的事情都很有挑战性哦，然后这些挑战性都会让人家觉得就是惊掉下巴，真的会有这种感觉，会觉得说天哪，你要做尝试哦，这个事情看起来就一定会失败啊，你会听到很多像这样子的评价。但我也能感觉到的是你的内在有一团火，这一个火是帮助你的灵魂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因为你这么样子来讲吧，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啊，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平庸的人，然后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平平无奇的人，你希望你的人生是有变动性的，你希望你的人生是有创造性的，希望你的人生是被燃烧充满火焰的，是不是？对不对如果说我讲到这一边你都觉得是有对应到你的话，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就是朝九晚五的生活只会让你枯萎，当你的人生每一天都重复的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反而会失去目标。如果说这个事情是没有冲击性的，然后是没有这种击碰、这种击撞的这种感觉的话，你会慢慢的会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些事情。所以你知道吗？你其实不太适合去办公室上班，就是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没有挑战性的工作，你是很难，就是你可以去做这份工作，但是慢慢的你会觉得人生是枯萎的，然后人生是很痛苦的，人生是没有希望的。你要求的不是安稳，因为安稳对于你来讲就像是死亡一样，好，慢慢的枯竭掉的感觉。你要的是碰撞，你要的是挑战，然后你要的不断的是让自己挑战你自己本身，挑战你自己的极限，而这一个就是你升级的过程，这个就是你的灵魂碰撞的过程。而在这一个一个的碰撞之中，一个一个的挑战之中，你才可以慢慢的升级成 2.0 的版本。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换句话来讲，我觉得你想要去做的事情，首先可能困难度很高，但是你现在灵感很爆啊，是不是？你现在 energy 你的能量很强啊，所以你会觉得哪怕是具有挑战，但是你喜欢，好，你愿意接受，而且这张牌卡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护身符和定心丸的感觉了。你大胆的去做尝试，只要你有付出，你就有收获。你
收获的多少来自于你付出的多少，还有什么比面对挑战的时候更好的呢？我看到这一边的话哈，我真的是会觉得，我觉得宇宙在后面哈，不断的在 push 着你，而你自己也一心想要向前狂奔。我觉得这个状态真的是很棒。你接下来的 2.0 的版本就来自于你给予你自己的挑战，就来自于你的灵感方面的实现，然后不断的你会给你自己出难题，然后一个一个的跨越难题，让你成为一个更棒的人，让你自己本身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接下来你看这一张，哇，你这一张不要太及时。这一张牌卡所说的就是一个投资，你投资在哪里？投资在你自己身上啊，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因为你的创作创意哈，然后再加上你的行动力，它其实都是一个投资的过程，都是自我实现的过程，然后都是拿回你自己的掌控力的过程。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我真的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吧，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你会做的事情，可能真的不会是那一种将你的所有的关注力都投入在一件事情身上，你会做很多的尝试。而且我会认为的是哈，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啊，如果说我讲到这一边，你都觉得说天哪，那个人不就是我吗？天哪，这个也太适合我了吧，太符合到我的状态的话，我觉得一部分的你们可能已经开始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另外一部分的你们已经开始蠢蠢的欲动，觉得说该从哪里先要下手，我觉得会有点像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而你每一次的行动，然后你每一次的开启，它其实都是一个投资的过程，投资在自我身上的过程，然后投资在这一个环境这一个事业里面的过程。但是我觉得更加的像是在投资着你的经验，累积着你的经验，然后当你慢慢的寻找的过程之中，你最终会找到那个真正适合你的，或者是你真正想要去做的，或者是你真正想要去完成的状态里面，或者是说真正的想要去做的这个事件里面，从而让你一下子爆炸爆发，找到了你的那一个点之后，找到了你想要去做想要去完成的这个事业之后，你会拼命的冲，然后你会拼命的往前的飞跃。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的感觉。我真的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啊，前面的一些我觉得它不是失败，就像这张牌卡所说的，它是一些经验的累积。你还记得吗？我们前面不断的在讲的时候，会是一个一个做尝试的过程，然后会是一个一个的不断的进入到这个领域，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马上撤下一个，这个也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哈。对于你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你千万不要觉得是在浪费时间，因为这个就是你慢慢的在投资在自我的身上，投资在这个环境这个处境身上，你需要去做的，你需要去完成的，你需要去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挑战，而这些挑战都是为了你最后要攻打那个大魔王的时候，真正自我实现的时候，可以一招把它毙命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的累积。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一章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所有的事情都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点，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有属于自己的开启点。当这件事情的时间点到了，当这件事情的时间点开始发生了，它自然会产生。所以你没有办法着急或者是说你没有办法去push 让它催促它快一点发生，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那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你前面所做的所有的小的选择，前面所做的所有的小的尝试，也是有它的原因，也是有它的理由。这个部分结合到这一张牌卡，那是不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前面的事件你去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累积，而这一些累积也是你的时间点上面的累积，因为通过这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一步一步的累积，最终你
会找到属于你的点。所以你不要着急，我觉得这张牌卡之所以在这边出现，它其实会想要来告诉你的是，在你在做尝试的过程之中，然后当你在一个一个的事件里面寻找的过程之中，你的内心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不安的感觉，可能会有很多不安的感受，因为你前面会做很多的尝试，我们这边这个强行针要把它打下去当你去做这一些尝试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说自己在浪费精力，没有的，没有浪费的，全部的这个精力都是很宝贵的，全部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事件都是有原因，都是有理由的，每一个你所面对的挑战，每一个你所开启的一个新的规划和计划，都是你对之后的人生的投入，你对之后人生的投资，所以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它也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占据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因为你必须要完成你前面要走的路，或者是说要完成你前面要先去完成的这些路，当你遇到这个真正属于你的事情的时候，真正的属于你的开启的时候，你才会一眼认出它，然后你才会知道这个事件对了，就是这个事件我终于找到了，你才会有这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是在浪费时间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哇天哪，这个事件或者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做完之后好像又放在一边，没有什么进展，你可能真的会有像这样的感觉，因为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真的觉得你们本身的火象超级强，那这个火象这么强，它其实也有一种感觉，觉得你现在可能会有点着急，比较容易着急啦，或者是说性格上面会比较容易，持续性可能没有到那么的长，有点像这种感觉，就是你会有的这种感觉很难讲，这种感觉有点像是在短时间之内你会很想要看到成果，然后在短时间之内你觉得没有成果这件事情就没有必要，有可能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而且你也很害怕浪费自己的精力，很害怕浪费自己的时间。那这张牌卡在这边的话它给到我们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它会告诉我们的是，你知道吗？你是个活力满分的人，你自己也应该知道吧，或者是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有点像是打了气的球一样，有用不完的精力，然后用不完的这种叫怎么样子来讲呢，精神力嘛，各种各样的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都是很饱满的，所以就是让自己做出体验的时候，然后就是为自己做出感受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对于你来说没有任何的事情是体验当下来的更加的重要的，因为你需要体验当下，感受当下，然后你才可以从当下里面得出你要的经验，你要的总结你的这一次经验，然后慢慢的才可以真正的帮你寻找到那一个适合你的，然后真正的是可以拥抱你的新的出口或者是新的路。这一张你有看到这一个过程吗？最后你会成为那一个主导人，这么样子来讲吧，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没有办法在别人的手下，就是你有看到这一张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你必须要自己去创造，你必须要单打独斗，你必须要是 leader 这样的角色，哪怕是你今天是必须要跟别人合作，或者是说必须要跟别人一起创造的话，那么也是你作为主导者的角色，不然的话很难就是你自己本身的性格来讲的话很难委屈自己的想法，又或者是说很难压制自己的想法，因为你现在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是一个冲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会想要得到领导的位置leadership， 就是在前面领头羊的位置，而你现在的状态也真的很适合做领头羊的样子，你不害怕失败，你想要去做尝试，想要去闯荡，你也足够勇敢，而且你也可以面对所有的挑战，所以你很具备leadership 的品质，就是领导者、指引者的角度，指引者的角色，所以整体的状态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很棒的。而你的 2.0 的状态，你的升级版就是在冲的这个过程之中，重新的找到自己的定位，重新的认知自己，重新看到自己的勇敢和力量。
OK， 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3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